照亮这辽阔的海洋。当汽笛回响在这繁忙的海港，我们挺起胸膛，迎接新的挑战。这海岸装载着我们的梦想，这海浪拍打，奏出最美的乐章。我们用真心拥抱每一份渴望。忙碌的光阴摇晃，绚烂宁静的夜晚，那是最美的图案。坚强它扛在肩上，温柔它却留在心房。我们的向往握在手上，我们的眼神不彷徨。不孤单，漫出其实很简单，彼此间信任的目光，并肩的方向就是希望，那才是最值得收藏的宝藏。林双辉是个骗子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。这个档案夹我不会还给你的。你干什么？你只是在自欺欺人。胡佛号再过多几年就要报销了，你跟他的爱情也是时候该报销了。出去！我叫你出去！我不出啊！洪安，洪安，你不能这样子！洪安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一直我知道，到底知道什么啊？我知道那种心情，那种感受，你在说什么啊？那种爱一个人、喜欢一个人的心情，那种你爱他，他又不爱你；你喜欢他，他又不喜欢你；你在乎他，他又不在乎你的那种感受。那有什么好怨的？这叫报应。你也伤了很多人的心啊。所以啊，来，干杯！干什么？庆祝啊！庆祝！庆祝你爱人而不被爱，喜欢人而不被喜欢。恋爱成功值得庆祝，恋爱失败难道要去死啊？对不对？来，那不叫庆祝，那叫哀悼。呀，随便啦，哀悼也好，庆祝也好，反正就是喝酒。来，痛快的喝。
醉了，我先送你回家。我跟你说了，我没有醉。明天我们还要陪你爸妈上游轮，今天就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明天一起来就可以去玩啦。哎，停车！干嘛？喂，想吐啊？你不要在我车上吐啊！我停车啊！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我送你回家。不回家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回家啦！对。哇，很多星星啊！小心啊！有没有搞错？你们怎么过马路的？找死啊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呢？快叫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！打电话！打电话叫救护车！快点啊！快点叫救护车！快点啊！在里面已经好几个小时了。为什么会这样的？小杨那么好的女孩子，天俊，你有没有哪里受伤啊？啊？郑雅，天君给医生检查过了，医生说他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怕他脑部受到震荡，建议他住院观察。可是他就是不肯。那怎么行？天俊，你听医生的话，我们会把小杨的近况告诉你的。你不用太担心，小杨一定会吉人天相的。医生，怎么样？他失血过多，送进来时已经休克了。我们给他输了血，不过血压还是很低，加上大腿骨折性碎裂，骨盆也出现了裂痕，两边肾脏都严重受到撞击，出血情况严重。现在算是救回来了，不过情况很不乐观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没事啊，好。要见小杨。天俊啊！到底是什么事啊，天俊？天俊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急也急不来的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天俊，那是意外啊！是因为我他才撞成这个样子的。如果不是我叫他出来，如果不是我中途下车，如果不是因为我喝了酒，是我害了他，是我害了小杨，是我害了小杨。
出事了，他昨晚被一辆车子撞伤，到现在都还昏迷不醒。当时天君跟他在一起，但是他除了反复说自己害了小杨之外，什么都没说。他似乎受了很大的打击，我很担心他，真希望他和小杨都会没事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哥知道的。他情绪还是很不稳定，医生都说要见小杨。我们跟他说，小杨在加护病房，不能够见他。不过医生说情况很稳定，可是他就是不相信，说我们是在隐瞒他。刚才医生帮他打了支镇静剂，总算让他安定下来。那天我看到他们两个，他们都还好好的，还说会带我去坐邮轮。怎么知道就这样出事了？没事的，他们两个都不会有事的。是啊，安蒂，安克说的对，小杨和天君都会没事的。啊，你一整天没吃到东西了，去吃点东西吧。安蒂，你就和安克去吃点东西吧，天君我会照顾他的。嗯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别这么说。是因为我他才撞成这个样子的。如果不是我叫他出来，如果不是我中途下车，如果不是因为我喝了酒，你干什么？难道你还想抱着这个答案继续活在你回忆中啊？婆婆好再过多几年就要报销了，你跟他的爱情也是时候该报销了。我叫人出去！我不出啊！洪安，洪安，你不能这样子！洪安。那天晚上的事，是不是跟我有关啊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是我害了小杨，我害了他。真雅，我听说你今天取消了 VACC 会议，天君不在，会应该由你主持，你怎么可以取消？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，更何况我就不相信一天没有开会会发生什么意外。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？小杨出事了，天君也出事了，我烦行不行？这是两回事。只要你在工作岗位上，不管你的情绪怎么波动，都不能影响工作的。
工程监督就是要确保一切工程在安全中进行。小小的疏，可能就有人躺在医院，你知道吗？没错，现在就是有人躺在医院了，小杨跟天俊。如果我告诉你小杨会生死未卜，天俊会精神崩溃，那可能是你间接造成的，你还会这么冷漠无情吗？如果真的如我所想的那样，那就是我害了小杨，还有天俊的。那就别这么想。可是我办不到啊！天俊一定是因为心情不好，才会叫小杨出来，才会喝多了酒的。没人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的，做这样的自责毫无意义。这个世界，难道只有你的林双慧会让你心痛吗？双慧，是我害了你。如果不是我催你回来参加破我的命令礼，你就不会出事。是我害了你。这个世界，难道只有你的林双慧会让你心痛吗？你真的是冷酷无情啊！或许停在这里吧，反正怎么都学不会忘记想念。真阳，我只是不想像我这样，一辈子活在自责当中。你走后唯一的改变，是伤心永远留在心间。你需不需要拿几天假休息一下？不需要了，明天我会去开 VICC 会议的，绝对不会草菅人命。我现在已经没事了，我的身体很健康的，我的血型跟小杨的一样。你帮我做检验吧。陈先生，请你冷静一点。天俊，什么事？小杨的肾脏受损，现在要洗肾，我要把我的肾脏捐给他。可是，陈先生，病人的肾脏机能还是有可能恢复的，所以我们不赞成做换肾手术。天俊啊，你应该相信医生的话。怎么相信他们？他们昨天跟我说小杨没事了，现在又跟我说小杨要洗肾。小杨在里面一定很辛苦的，不想看到他这个样子。我听不是说你不吃不喝，一直在这里守着小杨。那你听我说，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呢，你不但帮不到小杨，你自己会崩溃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想帮小杨吗？吃晚餐吧。你即使没胃口吃，也得逼自己吃啊，要不然在小杨醒来之前，你都已经病倒了。吃啊！来，吃一点。真雅，你合法扣的船头送来了没有？装好了吗？不是安排好下个星期才装吗？我今天几号？天君啊，工程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，
郑雅会看着，我也会匆忙帮忙啊，放心。我好像还有很多事没有做。郑雅，你帮我看一下记事簿，我记不起来了。这些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不会把工程搞砸的。回来上班了吗？还没有啊，明天要交啊。他一直在医院守着啊？嗯。哎，小杨不是已经离开加护病房了吗？可是他还没有醒来啊。那医生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醒来啊？医生也说不上来啊。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的啊。如果小杨不醒来，难道天君一直等下去吗？他这样做真的太傻了。怎么样？我说错了？没有想到，原来你是那么没有人情味啊！我这么说有错吗？事情不发生都已经发生了，他这样天天守在医院又有什么用呢？如果小杨知道的话，一定会把他痛骂一顿，还赶他回来工作呢。铁头叔，他这样子才像是个人啊，是人就有感情的，不是说放就能放的。如果小杨一直都没有醒过来，难道他要一辈子留在医院吗？我活了大半辈子啊，我知道人有旦夕祸福啊，做人要理智一点，要以大局为主。铁头叔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我真的不说了啊！哎，不过郑雅，铁头叔，你还在说？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劝劝他，他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的，人应该往前看呐。你还在说？你还在说？啊，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，真的不说了，我要去工作了，不说了啊。已经脱离危险期了，你不用那么操心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你再这样下去，你会累垮的，你知道吗？小杨，医生说你的情况已经稳定，随时都会醒来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抱着乐观的心情去面对已经发生的事，这样我们才不会被命运打垮，让事情变得更糟。你平时都是那么积极，那么乐观，别人以为我们女人做不到的事，你都做到了，而且。你也不希望看到你身边的朋友会因为你而变得一蹶不振。陈天俊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已经变得不成人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但是你不能那么悲观啊！你应该离开这个病房，离开这个医院，恢复你正常的生活，这样你才会有精神去照顾小杨啊！陈天俊，你跟我说话，你说啊，说话！你平时不是最多话说的吗？陈天俊，你给我站起来，站起来呀！你要振作起来呀，陈天俊，你站起来呀，陈天俊！我刚听医生说，已经确定了，
即使小安醒过来，下半身也会瘫痪。怎么会这样？怪不得天君会变成这样子。小瑶平时是最好动的，但是他现在这样子，不能动，不能爬高爬低，他一定会受不了。怎么办？陈天君现在在医院没有办法出来，你能不能在这个星期赶出来给我？好吧，我尽快吧，啊。是啊。怎么又脱脸了？都已经没有时间了，还给我脱脸。总算搞定了。怎么又来了？真没有啊！怎么办？怎么搞？清楚啊，啊！哎，你等等，我叫真雅跟你说啊。哥啊，他在问小杨的事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。我来。喂，哥啊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船上，就快离开港口回航了。你要回新加坡啦？再过3个星期，我们的船就要回到新加坡港口了。真雅，小杨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一阵子一直联络不到他。email 没回应，打电话也打不通。他爸说他出国去了，可是问他小杨去了哪里，他却一下子说去了青岛，一下子又说去了澳洲。刚才问妈，他又支支吾吾的。真雅，你告诉我，小杨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你真的很会胡思乱想。小杨能发生什么事？他是出国没错，不过是因为他爸爸妈妈吵架了，吵到很凶啊，差点就闹离婚了。所以小杨就陪他妈妈出国散散心咯。他爸爸当然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，因为他妈妈还在气他，怎么会让他知道啊？哦。哎呀，总之小杨一回来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让你知道的。拜拜。哇，你还真会吹牛啊！妈，不吹怎么行？你又不是不了解哥的性格。如果让他知道小杨进了医院，生死未卜，你说他还会有心情开船吗？
生在找你，你先进去找他，我找医生来。小杨，你怎么样了？天俊，是啊，我是天俊，我是天俊。我是不是睡迟了？要上船了。上什么船啊？你怎么忘了？今天早上我们要和你爸妈去坐游轮。别想了这件事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起不来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动不了？天俊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我好累，好累。你累就好好休息吧。好好休息吧。你说什么？小杨醒了！喂，小杨醒来啦！小杨醒来啦！小杨醒来啦！喂，你先走。哎呀，一起啦！等一下给人家看见又要闲言闲语了。你放心啦，我特别选这个时间来，每个人都上班，不会有人的。铁头，林姐，来。你还说没有人来？就他一个人，没关系。等一下我们就说我们在楼下碰到的啊，走。哎，铁头，哎，过来，铁头，来了，你们来了。哎，铁头，刚才问你去哪里，你还神秘兮兮的。原来，不是的，我们是在楼下遇见的。是啊。奇怪了，我又没说什么，干嘛急着解释？难道是做贼心虚？喂，什么做贼心虚啊？你呀，是不是要我请你吃我的铁头啊？来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不用工作？老板也来了，每个部门都派一个代表来看小杨。是哪个老板啊 ？CEO 咯。你一定要继续坚强下去，把身体调养好哦。我会的，我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那我可以早点回去帮我爸爸，他可以放心退休了。谢谢你。小杨不是船厂的员工，你还特地来看他。小杨虽然不是我们的员工，可是这些年来他帮我们承接了不少的工程。船厂有谁不认识他？希望他能早日康复，再回到船厂来。谢谢你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谢谢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哦。知道了。你们也来。天俊啊，小杨累不累哦？我们要进去看他，可以吗？天俊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嗨，小杨，你好多了吧？小杨，这花送给你，祝你早日康复啊！你要快点好起来啊！我们等着你工作的。是啊，大家听到你醒来都很高兴啊。对呀，是啊，你要快点回来啊！没有你，我们没有心情工作。哇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你不行。你打算隐瞒小杨到什么时候？
医生迟早会告诉他的。不可以让他知道了，他会受不了这个打击。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，谁也不可以告诉他。说，我的脚失去知觉只是暂时的。你们说，我只需要再动一次手术，我就会慢慢恢复。可是你们是不是忘了告诉我一个事实？我的脚已经废了。不是。天君，我需要知道真相。真的不是。不要隐瞒我。我没有隐瞒你，这是事实。你没事的。你会告诉我真相。真相就是你会好起来的。真相就是不像你想象的那样。我知道了。认识你12年，我太了解你了。如果我真的没事，你的语气不会是这样。这几天，我不再看到你的笑脸，不再听到你开我玩笑，整个人都变了。如果命运真的安排我接下来的日子就这样的度过，我能接受。你别这样啊，我没事。你帮我劝劝我爸爸，他心脏不好。我很累，你帮我关灯好吗？我想睡觉。
来来来，这一档的咖喱面呢是天下第一美味啊！来来来，趁热吃。怎么不吃啊？咸太辣太烫啊！太残忍了。啊？你是指这个鸡啊？难道从此就不能再走路了吗？已经煮成这个样子，当然不可能啦。也许会有奇迹出现，也许能重新站起来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之前医生不是说过他情况不乐观，可是他还是挨过去了。医生也说过他的肾脏失去功能，需要洗肾，不过后来他也恢复了。原来你是在说小杨啊？所以他不会永远瘫痪的，他一定会再站起来的。我听说神经线受损是不可能恢复的。你胡说，胡说啊！啊，我胡说，我胡说。这个星期我去教堂会为他祈祷的。我们一定要为他祈祷，祈祷奇迹再次发生在小杨身上。我终于听到你声音了。志恒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啊，海阔天空，任我遨游。我听我妹妹说，你陪你妈妈旅行去了。对啊，我跟她去散散心，刚回来。我记得我们曾经说过要到尼泊尔爬山。哎，你去问天俊几时有空，我们计划一下。小杨，你听到吗？不爬了。你整天爬高爬低，爬累了吧？是爬腻了，以后都不再爬了。小杨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是说，以后都不再爬高爬低。我就在办公室里做行政工作。志豪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香港港口，再过2个星期就要回去了。我们到时见啊！好啊，你照顾自己。慢慢把车窗摇下，你在庄稼处等他，难过像打翻的茶，晕开一整片对你的牵挂。这场爱不会开花，我情书却割舍不下。明知你爱的是他，却还是学不会摆脱这挣扎。想听的话你说给了他，我的快乐从此蒸发。如果痛是爱的代价，那伤心想傻该怎么还？想听的话得不到回答，我却还在独自装傻。回答是我的脸颊好让你看不见我眼角的变化。